当时我是手都发抖了，我当时的心跳是已经激动得不得了了。究竟发现了什么，让现场的所有人如此惊喜？这些文物到底隐藏着哪些古老的秘密？本期《国之宝》且看寻找远去的良渚古国上集。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这个农民私自将这几件玉器拿到地下文物市场，打算卖个好价钱，但很快被警方发现了。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属于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考古人员按照卖玉农民的指点，找到了位于余杭区安溪镇西南4公里处的反山。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手土堆。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为什么而堆的呢？在这个土堆附近为什么会出现古玉？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名词。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叫施兴庚的学者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49年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边的许多地方又陆续发现了相类似的遗存。以夏乃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专家将这些史前文化遗址正式定名为良渚文化。安溪镇位于良渚镇西北方向5公里处。从农民挖出的古玉看，材质和器型都与良渚文化的文物类似。难道反山土堆下面埋藏着良渚文化的遗存？由于当时进行考古挖掘的条件还不成熟，考古人员只能对这个土堆密切观察，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挖掘。当时我是手都发抖了，但是为了考虑文物的安全，又应付即将来临的大雨，所以我跟周边上的技工悄悄地说不吭声不吭声，然后又把塑料薄膜一小块把它盖起来，然后用土盖住。其实我当时的心跳是已经激动得不得了了。就在第3天的下午，终于
雨过天晴了。发掘队的全体人员都聚集在这个墓坑的边上。突然，在坑下作业的人员大喊一声，从泥土中清理出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很快辨认出，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地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在中国的文字中，良是美好的意思，渚是水中的陆地，良渚就是水中一片美好的绿洲。用良渚这样美丽的名字来命名能够制作精美玉器的史前文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反山墓葬发掘前，考古学界一直把有独特风格的黑色陶器和打磨十分精巧的石器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标志。虽也发现一些玉器，但因数量少，没有引起重视。而一些传世民间或偶然被农民挖出的大量良渚玉器，又一直被考古界当成是距今3000年左右的商周时期，甚至认为是距今2000年左右的汉朝的。当场就收缴了340多件玉器，它是无法用一个客观的计量标准来加以评价。在良渚出土的大量玉器与其他玉有什么不同？在那个远古年代，人们又用这些玉器做什么呢？本期国之宝且看寻找远去的良渚古国终极。5月3号，我们赶到瑶山的时候，通过镇里边广播，当场就收缴了340多件玉器，所以我们考古所又进行了第2次的重大发现。瑶山是一座海拔38.2米的自然小山，在山顶下西北部的缓坡地带，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夯土建筑。这个建筑的中心是一个方形红土台，
考古人员又在土台上发现了12座墓葬，并从这些墓葬中发掘出1000多件器物，其中90%以上是玉器。那么中国人观念里面呢，是个什么叫做呢？黄金有价，玉无价。它是无法用一个客观的计量标准来加以评价的，而这种东西呢，而被我们东方人的祖先认为很神圣的。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有60多个种类。这个器物叫钺，最初它是一种横向装柄，用于砍伐的工具，也就是石斧。后来用于战争，成为武器。但此时的钺已经不是实用的工具和武器了，它是高贵的玉礼器。哇，这把钺啊，是拿在他的左手，这个把这块玉是拿在这个位置，这里是个木把，这里是个钺，这样子摆着的。钺的上面还有个帽，握着玉钺的木把，将它高举头顶，一个威严的统帅，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王者形象，似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由此推断，玉钺是一种用于仪仗的礼器。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玉琮几乎都是内圆外方的柱形体，琮体分若干节，上大下小，以4角为中心雕刻的兽面像，立体感强烈。在中国古老的宇宙观中，一直有天圆地方的说法，即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从保留下来的中国古代祭坛中，我们可以看到，祭天的天坛是圆形，祭地的地坛是方形。就连紫禁城皇宫的大门也按这个原则设计。天安门圆形代表天，午门方形代表地。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这是在高倍放大的镜头下看到的图案。有人说，他是骑着神兽往返于天地间的巫师；有人说，他应该是像埃及狮身人面像那样的神；也有人说，神人的冠像天，冠上放射状的线条像太阳的光芒，也许上部是天神，而下部是地神。今天的人们
无法准确地解读古人的想法，但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主人神圣的祭祀活动。良主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也体现在他们高超的技能中。专家发现，这个高不足3厘米、宽不及4厘米的神徽，雕刻得令人不可思议。两手叉腰的神人骑坐在神兽上，线条纤细如发丝，十分生动逼真。通过放大镜，甚至能看到在1毫米宽度内竟刻着4、5条细线。今天，民间艺人们仍延续着传统的玉雕工艺，但他们使用的已经是电动机械加工工具。玉的硬度极高，只有用比玉更坚硬的东西，才能切割、打磨、雕刻玉器。而良渚时期，不但没有金属工具，也没有发现硬度更高的钻石。那些数量众多、雕刻精细的玉器，究竟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实在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从良渚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可以看到先民的无限智慧，也拓展了我们对古代良渚人的想象空间。他们有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吗？辉煌的良渚文化走过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轨迹？这个文明古国又为何消失？本期《国之宝且看》，寻找远去的良渚古国下集。良渚人的栖息地是低洼潮湿的湖沼平原，尸骨很容易腐烂。但在对良渚文化遗存不间断的考古发掘中，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遗骸。在对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中，专家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石质生产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犁。与石铲、石锄相比，石犁可以不间断地耕作，这表明良渚先民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考古专家对反山12号墓的墓主人反复研究，为什么只有他的墓中的玉器全部是真玉？为什么只有他的墓中同时出现玉琮、玉璧和玉钺？这是否代表他集神权、财权、政权于一身？他是否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呢？差不多同一时期，
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美亚，苏美尔城邦已经兴起，开始与周边的叙利亚、迪尔门岛进行贸易往来。埃及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莫角山位于反山遗址的东南面，这里曾是一片果园，果园中有一个比周围高出3至8米的长方形土墩。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土墩与反山一样，也是人工堆筑的，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土墩上还有3个小土墩，当地人称作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在基础层面上，有3排东西向排列的圆形或椭圆形大柱洞，洞口最大的直径有1米半，小的也有半米，洞深0.2到0.7米。洞内有木柱腐朽的痕迹，洞底有坚硬的台面。考古人员在基址附近还发现了长达6米以上的大木方，有的还带有榫头。考古专家严文明推测，这里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虽然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些房屋的具体形状，但可以知道，它们都有精心夯筑的地基，有用大木方构建成的梁柱和用土坯建造的墙体。房子外面还可能有壕沟，这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算是颇为雄伟和气派了。很有可能，它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文字记载常常被人们作为历史的开端。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它在良渚文化下线之后1000年出现。按常规推断，有着发达生产力的良渚人应该有表达思想的文字出现，而这些刻在玉器、陶器上的神秘符号，是否就是良渚人创造的原始文字呢？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在古文献收录的远古传说中，还是能隐约找到良渚古国的影子。在中国，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而大禹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诸侯防风氏，他统领的古国据说就是良渚古国。然而有专家考证，古防风氏之国应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地理位置相去甚远。他们更主张良渚古国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团中的羽人国。不论是防风氏还是羽人氏，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
让我们确信，良渚人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是中国历史长河的源头之一。然而，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无与伦比的良渚古国，在辉煌了1000年后，似乎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目前对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由于眼下文物保护技术还比较落后，考古专家们不愿意把埋在地下的宝藏马上打开。他们回填了所有的遗址，为了保护这片土地下的人类记忆，他们默默地等待着能够解开秘密的一天。